大家好，欢迎来到邱明姐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观看我的影片，让我们一起学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史登有限公司的宝贝们。我们现在人在关山自行车场，我们今天要骑关山绕圈赛，那我们就开始吧。5、4、3、2、1。喜爱单车，热爱单车，没有单车就吃不下饭，就睡不着觉，甚至就会活不下去的单车痴、单车狂。各位车迷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台卡后，今天要带大家来看最惊险、最刺激的绕圈赛。本场绕圈赛由史登有限公司主办，史登有限公司主要销售 PNS 车衣车库、Sweep Protection 安全帽、风镜、Pedal ED 车衣车库。其实大家可以不用管史登有限公司到底在干嘛，我个人的经验，看到史登有限公司办大型活动，赶快给他报名报下去就对了，不用报名费，吃吃喝喝都免费。有这么好康的事情，绝对要好好蹭一下。今天我们要绕关山自行车场10圈，1圈1公里，属于短距离高强度的绕圈赛。由于我真的不会骑绕圈赛，这场比赛的摄影机视角我就交给下面很好吃的合浦刀切面食工坊中正5店的老板林冠宇负责掌镜。比绕圈赛时，位置要在前面一点，这件事情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您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比绕圈赛时位置要在前面一点，那凭什么有些人可以骑在集团前面，有些人却只能骑在集团后面，然后开掉？这边比的是瞬间大功率的输出跟敢不敢去跟别人卡位要位置。每次过弯出弯后，绝对要握下把抽车，看到有缝就要插，这就是所谓的见缝插针。如果要到了好位置，要凶一点，不能轻易的让出好位置。这些东西说起来很容易，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这也是绕圈赛好玩的地方。现在这个弯是整个赛道最死的弯，我们就称它为回头弯。出了这个回头弯之后，就是一个大直线，这个大直线距离约420公尺。果然如我铁口直断，我看事情真的看得比较远。出了回头弯之后的长直线，集团的断层已经形成。这时候如果还想回到集团，拼的就是那一口气跟瞬间移动的能力。此时冠宇的眼睛一定雾的，不是因为近视，也不是因为老花，更不是因为白内障，而是因为冠宇真的累了。光阴似箭，时光荏苒，很快的，我们来到第2圈的一半，集团的速度大约是1分24秒骑完1圈1公里，平均速度大约43 km/h。这场比赛冠宇的骑乘数据是13分出，平均速度43.2 km/h， 平均功率285瓦。冠宇这时候做出一个很聪明的决定，吸趴别人，靠别人带他回集团。前方穿着美国队长车衣的是 Strava ID 小陈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的徐伟成。我敢保证，艳红一定没听过小陈故事多。艳红说：“小陈故事多是什么？”我是建议小陈改一下 Strava ID， 小陈故事多太 old school， 改小陈夏天，比较能跟得上时代。艳红在问小陈夏天是什么？第3圈，出了第3圈的回头弯之后，小陈故事多跟冠宇终于回到集团了。整个集团大概就是在第3圈形成，这些人就会像无法分手的情侣，彼此的样子纠缠，牵扯不清，格格敌，直到第10圈的终点。绕圈赛的骑法绝对跟爬坡赛骑法不一样。绕圈赛时，如果可以顺利的待在集团里面，这时候比的不是谁的功率大，而是要比谁的功率小。谁可以用最小的功率待在集团里面，那会最 Jason 体力。在集团里面体力 Jason 的越多，关键时刻才会有更多的功率可以跟别人互拳。这时候就不能不要停，不要停，永远不要停脚，而是要一直停，一直停，尽量一直停脚。大家可以看到那些一直在停脚，一直在偷懒，一直在滑行的，其实才是真正的高手，真正的老司机。在集团里面一直狂踩的，就算是菜鸟学弟。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的不停脚脚大，他一定跟我一样
不会骑绕圈赛，除非他改频道名称，把他的频道名称改为爬坡赛时不停脚，绕圈赛时要停脚。我们的脚踏回复这个名字修得啦。我们现在来到第4圈的回头弯，我个人看法，绕圈赛过弯时尽量不要按刹车，如果真的逼不得已，迫于无奈，台语高不离中，在过弯时一定要按刹车，绝对是要按前刹，不要按后刹。绕圈赛过弯时摔车，通常都是按后刹造成，因为按后刹很容易造成后轮撇轮打滑，进而摔车。因为绕圈赛的过弯都会压车，通常都在挑战自己脚踏车跟自己控车技术的物理极限。此时远方的那一个小点是优活单车的刘家良教练，如果这场比赛有感动赏，绝对是要颁给刘家良教练。刘家良教练是在第3圈的长直线攻击出去单飞的。赛后我问刘家良教练为什么要在第3圈就攻击出去，毕竟第3圈真的还太早，这么早攻击绝对是徒劳无功。刘家良教练回我，因为帅，毕竟帅就是一切。刘家良教练真的屌，帅就是一切，也是史登有限公司的主要宗旨。我们什么都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柯文哲到底有没有罪，我们只关心自己到底帅不帅。关于徒劳无功这件事情，刘家良教练再补充。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喂，家良教练，我强烈怀疑你有看过我东山塔那部影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面，徒劳无功这个梗确认是我率先引用的。集团前方在带领集团追击家良教练的是那些对颁奖台有想法的选手们，或是说有点缺钱的选手们。这场比赛第1名奖金3000元，第2名奖金2000元，第3名奖金1000元。比赛不用报名费，赢了还有奖金拿，赛后还有烤肉可以吃，真的太好康。由此可见，史登有限公司是愿意把赚到的钱拿来造福车友跟回馈车友的。我们骑绕圈赛时要 Jason 体力，厂商在回馈车友，可不能一直 Jason 啊。画面右方穿绿色衣服的是在五岭终点前捡过陈思轩的尾刀，名字有个敏，双子座修敏豪。此时还可以待在集团里面的，都是很会骑绕圈赛的老司机跟老狐狸了。看他们骑脚踏车，阿斯如丝般滑顺。此时冠宇突然从集团右侧杀出，圈了一波，现在才第5圈结束，第6圈开始。我赛后问冠宇，请问冠宇这一波是在圈什么意思的？冠宇回，因为帅，毕竟帅就是一切。还有一个诀窍可以跟大家分享，绕圈赛如果想要攻击，一定要在起点跟终点附近攻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起点跟终点附近观众最多，在那边攻击才有人看到您耍帅。冠宇正在使出绝招，瞬间移动，要移动到家良教练的屁股后面。现在冠宇跟家良教练的距离其实就已经有风阻效应了。等冠宇追到家良教练之后，正式宣告家良教练今天的单飞徒劳无功。家良教练本人亲上火线回应：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家良教练虽然已经确认今天的单飞即将徒劳无功，可是家良教练还是持续拼命的踩，这个就叫困兽之斗。趁家良教练正在做困兽之斗时，我们可以趁机欣赏一下家良教练的帅车 Willier， 那个涂装真的香。Cavendish 就是骑着相同涂装的 Willier 拿到个人环法第35胜。我不禁想问家良教练一个问题，请问你有看过 Cavendish 本人吗？不好意思，我就看过 Cavendish 本人很多次，我把 Cavendish 本人看到不要不要的。刚才有如一阵闪电从旁边刷过去的是我的偶像 Team Waypoint Eason江中彦学长。在江中彦学长攻击出去之后，我的另外一位偶像 YBT 车队的树仔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带头往前追，赖玉亮学长后面吸着另外2名 Team Waypoint 队员曾冠伦、单车仓鼠赖威宇。Team Waypoint 这个战术配合真的漂亮。今天的冠军是 Team Waypoint 曾冠伦。现在开始，大家可以把观赛重点放在 Team Waypoint 是怎么骑的。Team Waypoint 车衣很好认，我们可以借由观察 Team Waypoint 骑法学习到，脚踏车真的是团队运动。Team Waypoint 这次兵强马壮，派出了3位前辈高手来参加：曾冠伦、Eason 江中彦、单车仓鼠赖威宇。
江中彦学长持续在前面跑，赖玉亮学长持续带领集团在后面追。附带一提，身穿白衣黄裤的选手就是 YBT 车队的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赖玉亮学长真的很猛，在今天稍早的个人计时赛，赖玉亮学长以6分45秒，平均功率389瓦，拿下个人计时比赛的第1名。这场比赛个人计时赛也是有奖金的，一样，第1名奖金3000元，第2名奖金2000元，第3名奖金1000元。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太猛的下场就是被听 Waypoint 盯死死的。前方这位学长是单车仓鼠赖威宇学长，单车仓鼠赖威宇学长也是有 YouTube 频道。以前我们都是看单车仓鼠赖威宇学长的影片踩台的。光阴似箭，时光荏苒，很快的，我们来到了第8圈。一审江中彦学长也即将被集团回收。集团经过不断的瘦身之后，已经明显变小团，大家都在休息等最后冲刺。因为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您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第10圈就是最后1圈。刚才我们有看到单车仓鼠赖威宇学长伸手去调整他的卡鞋，为什么单车仓鼠赖威宇学长要这么做？当然是要把卡鞋逼到最紧，最后靠终点用。前方红色车衣的是今天的第3名陈廷凯 ，Strava ID 树林烤鸡腿。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这么爱用艺名？尤其在 Strava 排名上，那些名字根本乱七八糟。树林烤鸡腿、单车仓鼠、速窄角 Pedro 和普刀切面食工坊与温吉狗、泰迪狗粮、永和彼得潘、永和冰淇淋、燕赤霞 Strava 这些千奇百怪的名字一再的在考验我们的记忆力，而且有些人的艺名还会变来变去。没事情，反正只要大家开心快乐就好。在我全力输出拉迪赛的同时，我们的冠宇不甘寂寞，攻击出去。赛后我询问冠宇还有2圈，他这一波是攻击什么意思的？冠宇回：我骑脚踏车时不喜欢前面有人。这个回答真的帅气。很多人骑脚踏车时，不仅前面不能有人，后面也不准有人。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观众，我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永远自己骑脚踏车，如此这般就可以确保自己在骑脚踏车时，前面不会有人，后面也不会有人。冠宇这波攻击撑没几秒就被集团追回，然后换单车仓鼠赖威宇学长攻击，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还是得带集团追击。看起来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的战术是，只要听 Waypoint 有人想走，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就得追。如此这般搞个几次，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元气大伤，满高也被搞成没高，难怪后来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拿不到冠军。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我单压3000元，速窄角 Pedro 赖玉亮学长拿冠军。反观 Team Waypoint 争冠轮，全程吸爽爽，几乎没有吹到任何风，难怪最后可以拿到第1名。我们可以学习到，绕圈赛不是在比谁比较会顶风，而是在比谁比较会躲风。这一定得逆向思考，毕竟孙子兵法有云：兵不厌诈，这是战争。很快的，我们来到了最后1圈，第10圈了。冠宇，都最后1圈了，您怎么还在这个位置？冠宇这个位置超级烂，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竞争机会了。事后诸葛，与其在比赛的中间乱喷乱射乱耍帅，还不如把全部的体力拿来卡位，尤其倒数最后2圈的卡位，才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一部分。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左成伟学长骑得很好，位置都卡得很漂亮。你们内行的自己去找左成伟学长在集团的身影，请左成伟学长教你们骑绕圈赛。最后左成伟学长拿到了第2名，奖金2000元。紧张紧张，刺激刺激，集团即将靠终点。由于冠宇的位置实在太后面，看不到前方的摇滚区，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终点附近的镜头。看那边，看那边，看那边，看那边。好，谢谢。你的 IG 是什么？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见。